大家好，我是 Gavin。上期我们调查了棺材男尸，他不是吸血鬼，而是被执行了反亡灵仪式。但到底是什么人犯了什么事儿才会被执行这种特殊仪式呢？当时教会为啥又会禁止呢？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把这些疑问给它通通的理清楚。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先前棺材附近发现的2名女尸依然来历不明。下面我就先给大家汇报下我读档后的调查结果。从我重儿之后的推测来看，这2具女尸与棺材男尸应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很有可能是第5戒律支线里的6名被害者其中2个。因为从超显员卢米尔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被害者都是年轻少女，而且都有着棕色头发和白皙皮肤这些特征。而矿洞棺材附近的这2具女尸，一个有着棕色头发，另一个皮肤白皙，而且从面部和体态特征也可以推断出死者应该也都是年轻少女。此外，2号女尸被剥去脸部，这也和凶手喜欢收集死者身体部位的变态习惯不相吻合，所以很有可能是第5戒律任务里的另外2名被害者。而犯罪团伙就是小冯的母亲突然。而棺材男尸的身份，从其外观衣着和周围基督教的元素摆设，再加上有的网友提到在塞德莱兹教堂的地下墓穴也发现了一模一样的尸体，究竟是 bug 还是模型复用暂且不论，我们据此至少可以推测，棺材男尸生前应该就是教会里的一名修士，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那至于犯了什么事儿才会被执行这种反亡灵仪式，接下来咱们就来好好讲讲。那么上期节目提到了这种反亡灵仪式或者叫反吸血鬼仪式都有一些典型的特点，比如说死者心脏附近会被插入木楔子，嘴里会被塞入石块等等。那被执行这种仪式的目标对象究竟是些什么人？我这里专门做了一些调研。其实根据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资料记载，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凡是在生前或者死后被认为可能会继续危害活人的人就会被执行，反正就被认为不是什么好的人。那么具体来说，主要是以下3类人会被执行这种仪式。第一呢，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人，不管是被谋杀还是自杀或者出意外挂掉的这类人，在中世纪的民间信仰中都属于灵魂无法顺利转世，容易死后回来作祟的人，所以就得被压上石头、斩首、钉住等等。第二种呢，社会边缘人士，这种往往包括罪犯、流浪汉或者异乡人、外来人口。而且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呢，当时欧洲在瘟疫肆虐期间，很多外乡人就被当地认为是他们带来的病毒，所以这些外乡人可能死后就会被执行这种反亡灵仪式，被认为这样可以阻止瘟疫蔓延。第3种，宗教意义上的不洁之人，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违背宗教信条的，或者犯下重罪但逃脱制裁的，比如亵渎圣物修士和民女通奸之类的等等，这种都被认为是不洁之人，所以就可能会被秘密执行反亡灵仪式。所以如果从这3类人来推测的话，棺材里的修士被执行反亡灵仪式的可能性就比较多了。但由于游戏也没有给出其他线索信息来说明棺材男尸的死因，或者干脆就是个无头彩蛋，所以大家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自行推测了。那么这个反亡灵仪式在矿洞深处秘密举行，肯定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其实在欧洲历史上，这种对尸体的民间破坏性处理行为在当时的教会法里的确也有明文禁止。比如说12世纪的欧洲著名教会法格拉提安法令集，被认为是整个中世纪教会法的核心母本，后面所有教会法都以它为基础。那么在这部教会法里就明确提到，死者身体仍属于神圣之物，不得被肢解、亵渎、侮辱或随意扰动。那么当时教会为什么会禁止这种亵渎遗体的仪式呢？我看弹幕和评论区同学有提到教会不承认吸血鬼传言，或者吸血鬼传言上不了台面，大家分析的都很有道理。那么我在这里呢，
就结合有关史料再稍微补充和总结一下。其实中世纪教会禁止这种仪式主要是依据基督教里的神学原则、教会法则和基于对社会控制的目的这么3个方面的原因。那么第一个，什么是神学原则？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信基督教的？如果有的话，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在这个神学原则里就有这么一条，就是死者将在最后审判日上由上帝复活，复活不是人类能干预的。也就是说，只有上帝才有资格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复活，人类不要多管闲事。但是我们发现的这个欧洲中世纪民间的这种反亡礼仪式不管是木楔穿心、死人嘴里塞石头，还是镰刀架在脖子上，这些行为本质上就是在说，我们必须人为的阻止这个死者复活。这在神学眼里，你往死人心脏里钉木桩，把上帝晾一边，本质和你对着上帝说你不行我来就是一个意思。这你想想，这不就是和上帝对着干吗？上帝听了肯定不答应所以必须零容忍。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教会法则通过。啥意思呢？啥叫教会法则？其实也很好理解，教会作为上帝在民间的代理人，肯定是得向着上帝，对吧？所以教会也认为，人死后应该交给上帝、教会或者神父来处理。任何私自埋葬处置尸体、防止复活的行为，都是在破坏教会规矩，被视为等同异教仪式。所以教会规定，不允许民间破坏死者身体，必须进行教会所认可的葬礼仪式，这就是教会法则。所以这种反亡礼仪式大大的坏直接挑战了教会的葬礼主权，必须得禁。那么第三个，这个基于对社会控制的目的又怎么讲？关于这一点，我想先请大家理解一个中世纪的关键事实，就是在中世纪，王权掌控着军队与土地，而教会则掌控出生、婚姻与死亡。教会通过婴儿出生后必须受洗，婚礼必须由神父主持，死后必须按照指定方式安葬等等这些规则，将宗教控制渗透到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并由此建立了一种极其稳固的社会约束力。简单来说，就是中世的教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从出生那一刻一直延续到死后，所以教会对一个人的灵魂和葬礼是具有近乎绝对的掌控和话语权。活着的时候你有没有罪，死后灵魂能否获得救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是教会说了算。所以民间的这种反亡礼仪式相当于绕开教会私自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危险来决定如何埋葬。在当时的教会眼中，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挑衅呢。为啥教会会急眼？其实更底层逻辑是，教会认为只要死亡葬礼不再依赖神父，那就不再需要教会的权威了。所以民间的这种擅自破坏尸体的反亡礼仪式，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试图于教会平权的僭越，本质是一种对教会权力和地位的威胁。那么教会势必会把它当作禁忌或者异端邪说来处理。所以这种反亡礼仪式在那个一切教会说了算的时代，只能偷偷摸摸的在地下，是万万不能公开举行的。最后我还想补充一下，如果大家留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游戏里的大教堂的建筑高度肯定是城镇里最高的，而且在一些个小型教堂周围都有墓地环绕。而从这些建筑和墓地的布局就能看得出来，在那个年代，教会可不只管大家信什么，而是连一个人怎么出生、怎么下葬都得他说了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哦。我是 Gavin， 我们下期见。 I have good news for you. We caught the murderer. What? Really? Who was it? It was the von Groller's servant. He was ordered to do so by the young lord's mother. What kind of nonsense is that? I don't even